这条线歪歪斜斜的，谁能看出来一人一半？这是割田术的运用，将田块分为若干归田、斜田、基田、弧田。归田的算法是半广乙成存，基田的算法。行，别给我说这些没有用的。你丈量出来的是3亩6分对吧？啊？我们家这个地契上面清清楚楚写着4亩，那4分呢？啊？对呀，4分呢？去哪儿了？啊？那4分呢？就是，这怎么少了4分呢？怎么这样了？这是。大哥，这人是你叫的吧？是你让他动的手脚吧？啊？数性赤诚，我没有算错，也不会说谎。怎么平白无故就少了4分地呢？就少了。行了，大哥，你别在这演戏了啊！你以为我傻呀？啊？少了4分，你想独吞？谁独吞？给我这4亩地！给我这4分地！陆爷，咱们先想想平账的事儿吧。范老今晚就要赌方的账目，时间紧，没人做得出来，这可怎么办呢？你钱还不上，地不肯卖，我再给你指条明路，把你女儿卖给我，咱们的账一笔勾销。小芝啊，父债女偿嘛，传出去也是24孝的一段佳话，是不是？外边干什么呢？分点，再开，下一把。这是谁呀？陆爷，您在兰溪，您不知道，这俩人在仁华特别有名。那个是风宝玉，是风记火腿铺老板的儿子，是个纨绔子弟，有钱的傻子。我喜欢。你再看那边那个人可更有意思。此人叫帅家木，是个算呆子，平时呆头呆脑的。可有一点，此人算术天通，一旦是到了赌方，那逢赌必赢。看！哎，陆爷，要是这算呆子能帮咱一把，那今晚这账一定可以盘完，范老那边也就好交代了。看！咱俩赌一把。来啊，你就赌啊！不是跟你，你。不要这次，随你挑。开牌。别说。这一对牌里面有2个至尊。是啊，有2个至尊，怎么有2个？哎，2个至尊。给你耍诈！别动！
我平时最讨厌的就是耍诈。如果再揽戏，你们俩双手全都没了。现在我给你们俩一个机会。听说你精通算学，天黑之前，把我账房里的账都给盘清了。你让家里拿200两银子换你2只手。掌柜的，掌柜的，出事了！宝玉少爷又去赌坊去了，人都让人给扣下了，还说让我们拿200两银子去赎人家，要是不给就剁手。姐，坐下。陆爷，他怎么一个人来了？姐，那我本来是赢了300两的，那加上老帅最后一把，一共赢了500多两呢。不是，是他们耍诈。朋友，侬是心里噶？哼，你也不在我们仁华县打听打听，就这俩的脑袋，耍可以，诈就算了。以后我再也不会让他们进赌坊，尤其是你的赌坊。这是给您的见面礼。既然都来到了仁华，必须要尝尝我们的风势火腿。算呆子呢？老帅在账房里算账呢。姐，我玉还在里边啊。哎，我说你，陆远，何其生财，何其生财啊！呆子，姐，走啊！我还没算完。算了，回去了，走。站住！200两银子留下才能走。姐，敬酒不吃吃罚酒，给你脸了。陆爷，何其生财，何其生财！我个屁！都干！
给我。我算好了。东主，东主，听见了，听见了。东主，黄知府的牌票已经到了，我打听过了，明天就能到仁华。哎，麻烦了，好好一个京官不当，跑到凤兴来当知府，这是从京城给贬下来了。这监察御史是正7品，而这金安知府是正4品，一口气连升了6级，难道不是好事儿？你懂什么呀？在京城，官儿再小，他离陛下和阁老们近，机会就多；在地方，你势力再大，你够不着中书啊！吵死了，让不让睡瞌睡了？夫人，要得要得。哎呀，昨天晚上打了一宿马吊。你继续说。咱们金安府有8个县，那就有8个知县。只要8个知县共进退，他也不能肆意妄为吧？哪儿那么容易啊？你想简单了。你看他们7个县，啊，那所有的知县都窝在自己的地盘里，跟那个缩头乌龟似的。只有我独管的这个仁华县，它是副国县，金安府的知府衙门就在隔壁。你说这低头不见抬头见的，出点什么事儿，第一个找到的就是我。哎呀，前世行不善，今生做知县，前生作恶多，知县要负锅。3个案子怎么都有你陆飞龙啊？是。你身为揽西人，在我仁华开赌坊，不好好经营，还惹了这么多官司，你该当何罪啊？方知县，此言不妥吧？你是何人？学生程仁清，忝为金安府揽西县生员。哎，你上堂为何不跪啊？依照洪武宪纲事类，教官生员见上司不得妄行跪礼。学生不过是依例行事罢了，还不着公服。他谁啊？这就是那个这边出了名的宋师，有个绰号叫浩然正气程铁嘴的。啊，程铁嘴是吧？苦主穆飞龙目不识丁，您案子上的宋状，便是我代他写。本县平生最恨的就是宋棍，油嘴滑舌，巧言令色，无事都能掀起3尺浪来。学生生平只奉常理人情、正气、公心8字为圭臬，绝不胡搅蛮缠。好，那我们就开审第一个案子，欠债欧偿案。此案清楚明白，半年前，陈大山向陆飞龙借贷纹银10两，当时写明了借据是9出13归，3个月为一期，如今该还18两7钱2分，16两9钱。你说什么？10
10两本金，9出13归过2期，应当还16两9钱。平时就是这么算的，谁知道这小子搞的什么鬼？你是另外一桩案子的人犯，不要在此喧哗。我没有喧哗，是他算错了。9出13归10两本金，过1期应当还13两，是以取3成立；过2期应当还13两再加3成，16两9钱。你可知道什么是9出？9出就是陈大山贷出10两银子，到手实际是9两。1期该还13两，取利4乘4，2期总共该还18两7钱2分，有何不对呢？你这是以9两为本金算的，按照契约应当以10两为本金计算。方知县，依大明律，审案之时，闲杂人等不得插嘴喧哗。这个人在这里胡言乱语的话，恐有挟私报复之嫌，请您主持公道。此言有理。哎，你别在那啰嗦，还没到你呢，下去。可这数字是错的，谁来算都是一样。别说。你接着说。陈大山，你爱妻情切，不惜一切代价也要借钱给老婆看病，对不对？对。现在陆飞龙逼你还债，你还不上，他就让你卖地，对不对？对。那我就好奇了，这家里不是明明有地吗？为什么老婆生病不把地卖了给他治病，反而要哭穷去找陆飞龙借钱呢？陈大山，你是不是觉得借了钱在地上这么一滚，这笔账就勾销了？不，你凭什么这么说我爹？陈小芝是吧？我听说陆飞龙逼你爹把你卖掉，来偿还这笔债，是不是？是。当时陆飞龙给了你们2个选择，一个是卖地还债，一个是卖女儿还债，是不是？是。你犹豫了，左右为难了很久，对不对？换了是我，眼看着自己的爱女要被卖了，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卖地，保住自己的亲人再说，怎么还能左右为难呢？你左右为难，就说明你内心深处不是不能接受卖女儿，只是出的价钱还不到合理罢了。不是这样的啊！大明律法可是明文规定，禁止人口买卖。我不是要逼他卖女儿啊，我是要让大家都看清楚了。这样一个家里边有丰厚田产的人，还要在卖地和卖女儿之间犹豫不决，他的良心何在？至亲生病还要借钱，借钱回来还要赖账，赖账不成还要殴伤债主的一个人，究竟值不值得我们大家同情？他当初就不该这样，是非夜里前你那是害人啊！是你才不是个好人。我卖地。方知县，可以结案了。那就此结案。陈大山，从即日起，将你祖传的5亩水田冲抵给陆飞龙，具体数目着后方细核，还清即止。双方撤下干节。人家炸了吧？程仁杰啊，我今日要没有公事在身。方知县，素闻您精研黄老之学，信奉无为而治，不愿多事。学生做这些不也是为您分忧吗？咱们赶紧下一案吧。就是这个陆飞龙，我们赢钱了，他不给我们兑，说我们作弊，那我们是正当手段赢得钱，怎么不给我们兑啊？正当手段？什么正当手段？讲来听听。老陈，你讲。牌九共有32张牌，再加2枚骰子，点数各有不同，只要计算出每个点数的现身，便可有成算。也就是说，你有一手算牌的好技巧，打牌九10赌9赢，对吗？是。书行质朴至诚，方知四海皆准。任何人只要掌握了其中的道理，到哪里都是一样的。封宝玉，仁华县学的详生。对啊，课业如此繁重，怎么还能去赌博呢？这关你屁事儿啊！方知县，
朝廷每年拨下这么多的钱粮，补贴给各级的府学、县学，为的就是正风气、肃人心，让读书人可以安心读书，将来回报朝廷圣恩。可是这个纨绔呢，整日不思进学，流连于赌档之中，沉迷于算牌之术。宝玉不喜欢算术，他只喜欢赌。实在是玩物丧志啊！这人家玩不玩物、丧不丧志，他自有家长管束。接下来问，方知县，您刚刚不是也听到了吗？这帅家墨说了，这个法子啊很简单，人人皆学得会。倘若你判他们两个获胜，那接下来会怎样呢？整个仁华县学乃至建安府学的每一个学子就都知道了，只要掌握这个法子，连这种纨绔都可以在赌坊里赢得如此多的金银，那必然是人人都趋之若鹜，谁还有心思进学呀？如果赌场不加以限制，任由这些学生们随意赌博的话，整个建安境内将无人再用功读书，来年制举无人重视怎么办？影响地方官的考评怎么办？建安长此以往，民风堕落，唯利是图，又怎么办呢？所以啊，陆老兄为的是金安的学风，才将这两个人拒之门外，坚决不开这个口子。陆老兄此举真的是用心良苦，防患于未然啊！方知县，您看，常理人情之外，方有正气攻心。家墨，今日他们是不是让你给赌坊盘账？姐，盘账，盘了。对，你帮着赌坊盘账，是姓陆的逼我们盘的。你怎么不告诉我帮着赌坊盘账啊？确实是忘了。你为什么？他们说，如果我盘得好，就可以放了我们。那你盘的又如何呀？盘得赌当30日内纹银流水1130两。原来你能这么赚钱呀！咱们仁华人的钱呐，都被这懒心人赚走了。方知县，刚刚陆老兄说了，愿意给咱们县里的单庞捐纹银100两回馈乡子。懒心人在仁华开赌坊，挣仁华人的钱，我建议你们还是不要太嚣张了，否则本官也难逆民意呀。自然，我们这边愿意退让一步。哎，这个宋诗跟我啊，好了，本官裁决如下：方宝玉、帅家墨所得赌资系非法使诈所得，赌方不予兑付。不过帅家墨代为赌方盘账，功过相抵，赌方亦不追究方宝玉、帅家墨欺诈之行为，双方退下干节。最后一案，大老爷，我冤呐！我大清早的挑的单鱼，全让他们打到水里去了。您是我们的父母官，您得替我们做主啊！放下去，我们一时情急，抱歉。今天的殴斗之事，虽然是因为封氏姐弟而起，但是陆老兄呢，也愿意赔偿大家的损失，劳烦诸位算个总数，一并奉上。不必了。刚刚我问过大家，各位的财物损失共计40两，但是这件事儿是因为陆飞龙扣人而起。不过，所有大家的损失，我封碧玉双倍赔偿。好了，这就叫皆大欢喜。书信至诚，对错不是很清楚吗？我爹去扬州开了分铺，续了弦，这边的铺子就我姐一个人操劳。我这样，一定得替他分忧。 6分
10亩6分。我得好好赚钱，人华赚不了，我就去省城干片大的。哎，老帅，你是我好兄弟啊，你可得帮我到时候。你想什么呢？我跟你说话呢。不是我算错了，是田七跟田母本来就对不上。你怎么还在想早上那块田的事啊？这个田它不对呀，可能当初他划田的时候就有纰漏，你管他呢？不是那一块田的事儿。我帮陆飞龙盘账的时候，发现他们所收上来的田契，跟他们找人实际量的也对不上。你要是想查清这个，那就得去价格库了。价格库？对啊，咱们仁华的每一块田地啊，那都得把田主、位置、资质还有面积，都得在官府登记造册。一份呢，田主留作地契；一份做成鱼鳞图册，留在监安府的那个价格库里保管。你要是想土地买卖，那就得跟那个鱼鳞图册对比物，官府才能发红契。你要是真想算清这个田亩和田契的误差，那就得去价格库。我说价格库啊，可不是谁去才都能知得了的。如果你能带我进价格库，你就陪我去省城。这可是难得的版本呀！这套图集五色齐全，画面生动，构思巧妙。哎，这漫漫长夜，那可真是消乏的良宾哦。哎，这书可不是我想看，是我一个朋友要看的。啊，你说这巧了不是？我有个朋友也想看一些书，你让我的朋友看一看，我就让你的朋友也看看。佳木，佳木，来，爹。
什么事儿啊？仁华县的税赋账册里有一个大疏漏，我来提告，希望你们尽快纠正，支持调整。疏漏是你们家多交税啦？不是我家，是整个仁华县的税赋出了问题，一个巨大的错误。哎呀，我写给你看吧。整个仁华县，那关你什么事儿？数字有错，不应该是户房负责纠正吗？这钱粮之事，那是一级压一级，你得向上找啊。什么意思啊？别说我不教你啊，仁华县的钱粮都交到了金安府，所以你要提告，得到金安府的库房，你明白吧？哎，诸位，都打起精神来啊！今天谁也不能给我们仁华丢脸，听见没有？一会儿黄知府就在这个方向出现，啊！来，跳起来，跳起来！抬头，挺胸，目视前方。这个地方，谁要敢怠慢啊，吊儿郎当的，我小心你们的屁股！宋同伴到了，宋同伴，哟！哎呀，宋同伴，方知县有劳啊！哎呀，宋同伴，停！宋同伴，您可是我们晋安府的左二官，您怎么没跟黄知府一起来啊？打好前站啊！有事儿明日再来吧，我得去迎接新知府了。这个事情非常着急，必须今天说。何事啊？仁华县的税赋出了一个大疏漏，必须马上改正。谁让你来的？我自己啊。那你可有功名，可有官府的职衔？没有。嘿，你个平头老百姓，跑到这里瞎掺和什么呀？让开让开！数字账册出了问题，与我身份何干？再不让开，我叫人把你给插出去！你看啊，这笔税赋叫做人丁私捐税，一共是3530。这里是知府衙门，只接受下一级衙门的查账申请。你让仁华县行一道公文来，我们就受理。仁华县的户房我也去了，他们说这是府一级税赋的问题，他们不管。反正我这里只接受县衙的公文，你自己想办法。让开让！恭迎黄知府履任。马知县，上。恭迎黄知府履任。到了。快！这是黄知县，快啊！啊！哎呀！恭迎黄知府履任。诸位免礼。谢黄知府。在下晋安府通判宋仁，见过黄知府。
宋同判不必多礼。在下仁华知县冯梦真见过黄知府。黄知县免礼。您一路舟车劳顿，真的是辛苦了。我们一直在门口恭迎，没想到黄知府竟然先到了。本府私自决定提前到达静安局，没别的意思，我就是想多走动走动，了解一下静安本地的风土人情，没给方知县造成什么惊扰吧？哎，哪里，我大明官员若能像您这样深入民间，体察百姓疾苦，那定会天下太平，海晏和亲啊！方知县谬赞了。本府既然为大明牧守金安，自当是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你个刀杀货，你是阴魂不散呀！府衙的事儿，你到府衙去申告啊！金安府衙的人说，他们只收县衙的文书，这笔税赋是白白多交的，就该由县里提告。那谁说的？你找谁去？他们让我找你啊！来人，给插出去！嘿，干嘛呢？啊，这是什么所在？师爷，萧教喧哗，成何体统？哎，怎么又是你？师爷，这个算呆子不知道怎么议政了，非说咱们县的税赋有问题。对，问题是有问题，我给你看。你是说我们仁华县的税务出了问题？什么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，跟我在这玩诸葛武侯呢？啊？那其他几个县的知县真的就不来拜见了？催收在即，朝廷征税那可是大事啊！怎么着，黄知府，您还能挑出个理来？说到税赋，手下还有一件小事想向您禀告。说，有个呆子在户房闹事儿，非说在价格库的账册上查到我们县的税赋出了纰漏。哎呦，纰漏？什么纰漏？是我们县每年的税赋都多缴了。什么？多缴了？谁说的？此人冲撞衙门，擅入禁地，奉知县老爷令，失责时下，以儆效尤。本来就是个大书篓。闭嘴！哎，行，施一顿打，把嘴闭紧。住手！哎呀！哎呦，宋同判，方师爷，你这是要干什么呀？此人擅闯价格库，我是奉了方知县的令，施以惩戒。静安府谁不知道这帅家墨有问题？我与他的长辈有些交情，能否给宋某几分薄面？宋同判既然说了，下面的板子那就免了。不过您得好好劝劝他，这家伙胡说八道的，非说我们县的赋税出了问题。这事如果传到黄知府那里，那岂不是给我家东主和您找不痛快？他是因为赋税的事儿才擅闯价格库的，可不。哎呀，家墨，我已经给你求了情了啊，余下的板子不大了。回去之后不要乱讲话，这赋税的事不是你这种人可以参与的啊！按守本分，傻孩子，别再乱讲话了。
我说你这平头老百姓啊，你怎么知道金安府的疏漏啊？一开始，我是发现我量的田亩和田契上的数字对不上，后来给赌方盘账的时候，发现他们案例情况也是一样，所以，我一开始进贾阁库是想跟官方记录的榆林图册。那你怎么查着查着就查到人家人丁丝绢上了呢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鬼使神差的，就发现了这人丁丝绢税的疏漏。我发现的证据和推演过程都写在这条陈里了。哎呀，我这满手是油，你就说吧。简单的说，就是仁华县每年上交金安府的税赋里，平白多出了一笔3530两的白银，应该取消。那如果这3530两是有错的，那把它取消了，应该是好事啊，大家应该开心啊。为什么要打老帅啊？方知县的绰号叫什么？方识相啊。对呀，他成天什么都不管啊，清静无为。现在这个新师傅来了，他更不想这种乱七八糟事给他添麻烦。好了，对不起啊，收拾一下。哎，得说清楚。呆子，我们都支持你去提告，该我们交的一分都不能少，不该我们交的，一分也不能交。不是姐，这老帅已经挨了10板子了，再去提高那还得挨10板子呀，6板。你看人家唐僧拿着紫金钵也都把金给取回来了，这3000多两，方识相也该醒醒了。呆子，我就问你一句，如果有机会见知县，你去不去？去。怕不怕挨板子？不怕。行，等你要好好养伤，养好了一起去。走。宝玉，姐姐我呢，也从来没想过让人考取什么好功名，那最起码，咱在仁华留个好名声。现在机会来了，呆子算出那个人丁丝绢税绝对不会是一个小事儿，如果纠正了，你想想看，对于咱仁华的老百姓来说，是不是一件好事儿？算呀。那如果说仁华百姓知道这事儿是有你一份子的，是不是要对咱封家感恩戴德？可是这事儿是老帅发现的呀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哎呀，老帅你也知道，他就是个算呆子，他不会说场面话。你看这不是被衙门打出来了吗？他需要一个疏通关节，让他，代为沟通的一个人。那可是这事……可是什么呀？可是，我知道了。你记不记得，呆子小的时候在墙上刻了一个算筹的数字？记得呀。记得多少吗？那谁记得住呀？我开始也没留意，但是今天我拎着这个灯笼仔细看了看，你猜我发现了什么？什么？这个墙上的数字和人丁丝绢的数字是一样的。都是3530，所以呆子不呆，他有他想要达到的目的。启禀方知县，学生封宝玉状告释迦默殴伤本人。你和被告是因何事起了局语，又是因何动手打了架呀？如实说来。启禀方知县，我们俩是因为金安府税赋疏漏的事儿吵起来的。因为什么？
我们俩是因为仁华县的税赋吵起来的，他非要说咱们县每年多交了3530两。哦，对，他非要说咱们县每年多交白银3530两，应该减免。可是我算出来只有3510两，我们俩算的不一样，忽而就打起来了。说话。哦，哎，诸位，咱先不管是哪个数，它都不少，是不是？是。这么多的钱，你真是荒唐之极！给我查出去！查！等会儿，这殴伤之案理由当然重要了，不说清楚，怎么公正断案啊？对，必须得说清楚，说清楚，好让大家一块评评理嘛，是不是？这可关系到咱们仁华县所有百姓的减税大事啊，对不对？好了，帅家木，你来说说，你到底是怎么发现这个税赋疏漏案的？你给在座的我们的百姓啊，仁华的全体的乡亲们说清楚了。说。陆帅，怎么着？陆帅。哎，干什么去你？怎么着？去哪儿？这是？哎，怎么走了？让条道。让一道。你说。让开。奉兴布政使司，共领11府，其一曰金安。金安府共领8县，分别是仁华、榄溪、万城、童养、大丰、三水、禹江、山平。金安府每年所缴正税中，分为夏税与秋粮，由8县分别承担，数目不一。我这次查阅金安府账册，发现仁华县正税科目中有一笔叫做人丁私捐税。这一笔税赋既不写出处，也不知来由。我翻遍了仁华县所有记录，都没有说明为何要收这样一个科目。这笔人丁私捐税的征收总额是3530两，每年。我查到这笔税最早的记录是从成化16年开始，距今正好100年，每年多收3530两，100年一共是353000两。查出去！咱们一年进步能领几个钱呀？我问你，你为什么说我们仁华白交了这笔冤枉钱啊？我查阅了金安府上缴朝廷的税赋，也有一笔人丁私捐税，数目同样是3530两。是什么意思？就是说这笔税赋是仁华县独有，其他7县的记录里没有这笔税。我怀疑这3530两的人丁私捐税，本就是均摊税，该由8县共同承担，如今却成了仁华独征税，自然是冤枉钱。此事过于复杂，不宜居下结论，不如先退了堂，找户方核实了再做转换。好了，老爷，我清楚了。就这样了，没有说法。刚才就不应该审这个案子，就什么事儿都没了。哎，本堂，原来审的是什么案子来着？帅家木殴伤方宝玉啊！对，帅家木殴伤方宝玉一案，本堂宣判。不告了。我也没有多疼。不告了啊！苦主啊，已经撤诉啊！本堂宣布退堂。那人丁私捐税的不公之处，
如何处置？对呀，得说清楚。你刚才的一番解释，那就是欧商案的证词而已。至于这人丁丝绢案，那是，另外一起案子，至少得有个苦主提告才成啊。那我现在提告就是。帅家墨，这可不是你一家之事啊！你难道想代表我们仁华全体百姓不成？有何不可？草民帅家墨为仁华县捐赋9篇以诉困苦事，上书提告。这个上书提告啊，需自身有功名之人才可。你一个白丁百姓，恐怕没这个资格吧？我们有。马上也有。这位，封宝玉，那可是咱们县的祥生。学生是仁华县县学3等复生，愿以身上功名作保，与帅家墨一并。陈情提告。好了，你们可要想清楚啊！即便是提告成功，即便是我们仁华得到了这个税赋的减免，你们一丝一毫都落不到你们手里呀！只要错误改正就行。我家的钱够花了。不再仔细想想了。你说这上面不听辩解，中间不听劝，下边又不听话呀！老爷，我本想无为而治，我这无为我为得了吗？我这治我治得了吗？我真是太难办了我。董主，属下倒是有个万全之策，您可以发一纸告示，就说本县向以百姓福祉为念，必从严查实，为市设钱粮税赋，兹事体大，需持重磨算，务求完全。仁华军民各安其位，勿信摇酌为是。你觉如何？范老，这个方士长还真是一个托子诀的高手，说起来都是漂亮话，做起来是万事不沾身，如羚羊挂角，无迹可寻。这一桩大麻烦，就被他给搪塞过去了。我没说那个，我说的是老夫这书皮包得如何？范老，连包书皮这种琐事您都亲力亲为，在下真的是佩服佩服。这丝绢不可轻碰。我不是说这个意思，我是说丝绢税不可轻碰。范老，我明白您的意思了。这丝绢税上设知府，中牵八县，下连万民。想要减免，朝廷不干；想要均摊期限，不干；想要继续缴，老百姓不干，根本就是个无解之局。谁碰谁死，唯有拖下去，才是正道。今年乡考的章榜看到了吗？看到了。自太祖开科以来，我们金安府
进士180人，举人437位，其中30%都是我们兰溪人。是，吉安府之所以富足，根就在这敬书、爱书之心上。方茂贞，懒，真懒。聪明，是真聪明。范老，您是在京城见过大江大河的，这小水沟里扑腾的心机，瞒不过您。哎，相见野人，偶尔说2句正事，不算数的。只是这帅家墨跟我有一些渊源，还望程先生多多看照。范老，这个蒜呆子您也认识？20年前的旧事了。妙啊！我说这棋最近啊，那个私捐税案吵得沸沸扬扬，本府就是想关心一下，不知方知县查的结果如何了？那个帅家墨脑子有问题，他查出来的东西未必坐实，也不能全信。您那么忙，待下官核实清楚，再向您汇报。好了，就让帅家墨去查，1个月之内我要一个结果，到时再跟方知县一同参详。好棋，不为尤甚。涉及到税赋这一块儿，不要太较真，太复杂了。他主张什么？他就想把这笔人丁私捐均摊给其他7个县，那其他几个县呢？平白多了一笔负担，不会同意的。只要道理跟他们讲清楚，他们凭什么不同意？各个县有各个县的利益想法，不是光靠道理就能解决的呀。包书皮呀，是有讲究的。如果步骤不对的话，蛀虫就会啃食，纸就废了。正是，我家里的书就是为妥善保管，以至于深以为寒。哎呀，官府的家阁库保存得更不得力，像我们这次土地过户，那些榆林档案被虫蛀了个七七八八。幸亏他们知道您一贯为人清正，干脆让我们自行估算，然后给官府报备一下。这程先生，到时候我送你些许的书皮，回家报报。范老，只怕我家里的书还不如您的书皮贵。丝绢只不过是一个皮罢了，包在里边的东西才是最有价值的。范老说的是，说的是。明天就是5日之限，到时候县府3级会审，你可要用心汇报，出了岔子，家墨，家墨，记住这个数字，记住这个数字，为父一生的荣辱都在里面了。帅家墨，今日你要把所查事实如实道来，如有虚言，仔细大板伺候。
为何还不开始？我在等人。等人？等谁？等我的朋友风宝玉，我们一起首长提告。他就是个凑数的，他来不来都一样。你赶紧提告。宝玉要靠此扬功名，我必须等他一切。哎呀，真是一个赤子之心啊！不过我可要提醒你啊，你的朋友陪你一起提告，不光是博功名啊，你要是算错了，他可陪你一起受罚。我不会算错的。风宝玉呢？风宝玉来了没有？哎，姐，你快点，都喊我名了，别老说自己在里边紧张了。差不多，去，先走了。哎，来了！风宝玉，你可要给咱老百姓说句话呀！国家养士150年，为民请命，就在今朝！快点，快进！哎，好，快点！在下仁华祥商方知府。王知府，同样知县、兰溪知县、万城主不拜见。黄知府，那是有什么事情？兰溪、万城、同阳3位知县居然同时递上了拜帖啊！有这么巧的事？关键更巧的是，他们还都选在今天，正好赶上帅家墨要对人丁4捐税案做出说明的时候来，巧吧？真巧。这个4捐税的争议，在仁华县是尽人皆知，传到临县的耳朵，也不足为奇了。方知县是知道他们就是冲着人丁4捐税来的喽？啊？参见知府。知府答礼。 3位都是咱们金安府远近闻名的百里侯啊，本府久仰大名啊。之前公务繁巨，疲于奔命，这不我等刚刚忙完县里的事情，便前来述职。只可惜今天来的有点不巧，3位还需要稍待片刻，待我与方知县会审完毕，你们再续职也不晚。敢问知府，提议的可是人丁4捐的事？毛知县看来真是消息灵通啊！是，你也听说此案了？略有耳闻。虽说这是仁华的政务，但也牵扯到我们几个县，不知知府是否介意？我等旁听。毛知县，这个不太合适吧？我觉得挺合适。毛知县说的是啊，这个事儿。 他也不是仁华一县之事，也牵扯到其他几个县。既然都来了，一起参详一下。来人，看座。谢知府。掌柜的，掌柜的，不好了！同阳滥说起，那一年倭寇袭扰凤兴，朝廷让仁华县为官军提供军饷，于是呢加收了1500匹丝绢的鞋饷。谁正想着倭寇啊！ 在当年便退下，可是，在接下来的2年里，也就是成化10年和11年，仁华县又相继缴了同样数额的鞋饷。
可见这笔协饷从临征变成了常例，每年都在缴。倭寇啊，时来时去，军队常备不懈，协饷每年征派也是不得已，百姓们倒是体谅的。这明明在说丝绢的事情，这怎么又扯到倭寇去了呀？马知县，稍安勿躁，继续。军队要协饷，通常会找府里对接，怎么会单独找到一个县呢？其实一开始军队找的就是金安府。这笔协饷的总额为丝绢6000匹，其中1500匹由仁华县承担，其余的4500匹由其余7县分别承担，数目不一。你这绕来绕去的，到底想说些什么呀？按如今的市价，每匹丝绢折银6000，6000匹丝绢折银3600两。考虑到成化年间与万历年间丝绢价格的变动，在当年，6000匹丝绢的折银正好是3530两。你的意思是，今天仁华县交的人丁丝绢税，其实应该是整个金安府交的协饷？正是。此乃大义，令弟一片公心，为民直言，实乃我读书人的楷模。你打住！我记得是谁说我弟弟是纨绔子弟，不思进学，尤其是带坏了你们读书人的过园。我是一叶障目了，如今3日不见，当刮目相看。往日的纨绔都可以挺身而出，为百姓立命，这一定是你教导有方啊！此话在理。温姑娘，这条路啊，不好走。怎么说？这3个知县平时不来的，今天突然来这边述职，你觉得这是巧合吗？方姑娘，来者不善，令弟怕是要吃苦了。但若是我们算摊子没算错的话，应该不会有问题的吧？敢问啊，这个算呆子是从何处习得算学，又是师承何人呢？为什么凤的掌柜你这么信得过他呢？那这您就有所不知了。佳木的父亲当年也是远近闻名的算学高手。这是我抄写的从成化9年到成化16年8县的账册。你是让我们看什么？重点不是看什么，重点是看不到什么。什么意思？从成化9年到成化11年，这笔丝绢协饷的缴纳结构是仁华县承担1500匹，其余7县承担4500匹，每一年都记载得清清楚楚，每年都有支出。可从成化12年到成化15年间，税赋账册却不翼而飞。我翻遍了整个价格库，都没有找到。国土重铸中间数年的损毁也是常有之事吧？成化16年的账册还在，可我查阅时发现，在其余7县上缴金安府的记录中，已经没有了这4500匹的丝绢协饷。与此同时，仁华县的记录里却突兀地出现了一笔人丁丝绢税，数目正是3530两。所以你怎么认为？所以我怀疑，在成化11年之后的某年里，有人把这笔税赋改换头目，瞒天过海，通通转嫁到了仁华县的头上。所以，金安府的账还对得上，可缴税之人已经变了。简直是一派胡言！你写下这一堆数目，就可以唬住人吗？适才发给诸位的抄件，均抄自于价格库的原始记录，上有索引，随时可以查抵。既然中间数年记录湮灭无存，你把两者如此等同起来，这未免有些武断吧？
这其中算法非常的精妙，你一个当官的，怕是算不明白吧？冯知县，这就是你县的生源。冯宝玉，你住嘴！你可知邓知县那当年可是远近闻名的神童，当年工部官正，他能默算那年黄河治水1年的开销，分毫不差，皇上都亲自褒奖过。可这3530的散数在账册中反复出现，定有蹊跷。那你的主张是什么？老岳，公明。仁华祥生封宝玉，学生主张，这3530两的人丁丝绢税，不应该由仁华县一县承担，而是由8县按比例分摊。这番解说非常别致啊，而且清晰易懂。哎，方知县，此子以前是否在书房当过书吏啊？他啊，哎呦，他的没，他只是个人喜欢罢了。我看未必吧。为了给你的县里省些银两，真可谓是煞费苦心啊！毛知县，你这么说那可是诛心了。你想这些抄件和文书在价格库上随处可查呀，可不是我说的呀。谁人不知，金安府与仁华县共用一个价格库。若不是你指使，难不成还是黄知府放这帅家墨进去的？毛知县，正是。对，我好像是顺嘴提了一句哈。你怎么这么实诚啊？没错。黄知府，我们这些县官都是来述职的，这突然间背回一笔无稽的税赋回去，这如何跟治下的子民交代？是啊，你说我们这是来呀，诸位莫急，诸位莫急。这帅家墨所讲是否合乎情理，尚无定论。此事体大，还需细细参详才是。黄知府，午时已近，不妨让诸位移步后堂吃午饭，饭后再商议不迟啊。对，吃饭，先吃饭。好，吃饭。还真是没想到啊，这个帅家墨的经历竟然是如此的坎坷。就是这一场让他失去双亲的火灾，把他变成现在这个样子。不通人情，只会算数，想想也是可怜。老子有云：“常德不离，复归于婴儿。”他们这种才是真正的天然之态，未尝不是一种幸福。我不知道该说你是境界高远呢，还是单纯会说话。先生，范老请您到府上一趟。树欲静，而风不止。啊？这什么树？摇钱树。风姑娘，小生这就告辞了。哎，结果不等了？嗨，等什么结果啊？今天怕是只是一个开始。哎，这可是仁华的老字号，风是火。不必得礼。帅。没关系，我就是吃完午饭，顺便过来溜达。接着吃。帅家墨，下午我会找一个由头，你一定要抓住机会，配合好啊，让7个县
都打开他们的价格库，以便查阅。的确如此，我需要更多的原始数字证明我的观点。这样理解也可，也可。哎，黄师傅慢走。下午可不要再说是我让你说的了。哪句？就是让7个县打开价格库这件。好，我就说是你不让我说。黄师傅，你消气，消气，我一会儿就叫他。黄师傅，您慢走。这个人丁丝绢税的来龙去脉，上午帅家墨已经说得很明白了。正好各位县令都在，大家一起商议一下该如何处置啊。我中午仔细拜读了一下，发现帅先生竟然能从如此庞杂的账目中一眼挑出自己想要的东西，可谓是谋算天才。更让人佩服的是，帅先生据此境杜撰出一个故事来，也算是有本事。但是心用偏了。怎么不说话了？你说的又不是问句，我如何作答？先生应该知道我大明税制里本色与折色的区别吧？本色是以粮食、布匹等实物上缴，折色是以银两上缴。非常好。我接着问你，金安府给官军提供的6000匹丝绢应该属于本色税，得交实实在在的丝绢，对吗？账册里是这么写的。而你们仁华县所交纳的人丁丝绢属于折色税，得交纳银子，对吗？对。帅先生计算的精准，但可惜明显不怎么精通钱粮数务，留下了一个大大的破绽，竟然忘了对齐缴费。对齐缴费？哎，快说说，快说说！就拿成化9年这批协饷来说，我请诸位想一想。如果金安府给官军提供6000匹丝绢，难道支出仅仅是这6000匹丝绢吗？哎呀，干过县政的人都知道，这是实物，当然还要算上这运输费用。没错，要把这些食物借送到军中，金安府至少要准备200辆驴骡大车、300名脚夫，以及相应的伙食、草料、公食银等。这些缴费亦是一笔不小的开支。是啊。这货费加上缴费才能算是总开支啊，这属于常识问题啊！而你们仁华县缴纳的人丁丝绢属于折色税，得交银子，3530两银子，大概200斤出头，3辆驴车运走足以了吧？这两者的缴费天差地别呀！你声称的是什么？协饷6000匹丝绢，折银3530两，与人丁丝绢税的数字相当，所以前者就是后者。可笑，你竟不知每一科的税赋都要把缴费算进去，而一算缴费协饷的数额根本不止3530两，根本对不上人丁丝绢税的损头。那后面的推论自然也是无根之草，不值一审了。说得太好了。这人连缴费都不知道，还敢在这府堂上招摇撞骗，简直荒唐！方知县这黄知府初来乍到不知道倒也罢了，你怎么也犯起糊涂了，是吧？今日一时糊涂，平日是清查的。不是这样的，不是这样的，你算错了。好啊，那我倒要听听你还有什么高见。你等等，什么你的？对上官要有礼数，叫邓知县。方知县不必动怒，若他能说出道理，即便无理也无妨。若讲不出道理，白手顿扣也无用。嘉靖10年，朝廷在凤兴开始实行一条鞭法，其中有一条规矩：所有税赋
采取官收官借。说的没错，确实有。那敢问诸位，何为官收官借啊？一条鞭法之前，地方上的税赋是民众自行征收、自行借运到口。10年之后，改由官府征收借运，所谓官收官借。那运输的成本又怎么算呢？之前是靠征调免费徭役，之后圣上因为怜黎民之苦，改为以银代役，只要老百姓交纳一定数额的银钱给官府。邓知县说的对，嘉靖10年前后，官府收税的方式发生了变化，那记账的方式也就随之发生了变化。嘉靖10年以前，奉兴的本色税是计入钱粮税赋，而缴费是调用百姓的劳力，是计入徭役轮替部。也就是说，本色的价值和运输的成本是计入2本不同的账册。直到嘉靖10年官收官借之后，缴费改用银钱计算，不再属于徭役，这才使用同一本账册。这里是嘉靖5年与隆庆元年账册的抄写，你可以比较一下异同。哎呀，原来如此啊！妙妙妙！原来这个官收官借方法实行的前后，这个记账的方法不同啊！哎呀，难怪呀，这都是50多年前的事儿了哈。哎，毛知县、邓知县，那会儿你们都还没出生吧？哎，所以难免有时差，哈哈，难免。姑且你说的对，嘉靖10年之后，人丁丝绢已协饷的数额依旧对不上。对得上。我在计算嘉靖10年之后的数目时，已减去了缴费，仍然是3530两。需要我解释一下算法吗？这说到底，你也不过就是查出了这2者之间的数目相同而已啊！这天下的账目千千万啊，难道说有2者之间的数目相同就是同一笔账吗？你如何证明这成化9年的那笔饷银就是后来的人丁丝绢税啊？目前的数目证明不了，因为成化12年到成化15年的账册丢了。你看看啊，果然是信口雌黄啊！但我有别的方法可以证明。诸位，我们查过监府的总账，可是从成化12年到成化15年的账册全部消失不见，但是下属8县的分账里一定有存底。有啊！你的意思我明白，就是说，让他们各县打开这个价格库，你去查验一下就清楚了，对吧？正是如此。简直荒谬！怎么荒谬啊？毛知县，3000多两白银的负担，不把它查清楚，各位睡得安稳啊？王知客，价格库乃国家要紧之地，岂敢让白身之人轻易擅入啊？哎，张知县，这怎么叫擅入啊？这不，各位都在吗？这不是正大光明的去看吗？只要让他去查验一下价格库里的旧账，这个人丁丝绢税就能理清头绪，何乐而不为啊？哎呀，万万不可呀！哎，黄知府，您不能受这宵小之徒的挑拨呀！毛知县要是担心这个宵小之徒作祟，简单，本府亲自坐镇，派我的心腹随你去贵县的价格库里查验，如何？黄知县你是何意见呀？我我不是说了吗？今日无论原意成什么，本县都会凛然遵从，凛然遵从。
黄知府，哎呦！老人家你没事吧？我有几句话要跟黄知府讲。哎，怎么了这是？任主簿年老体衰，这一天听下来，怕是累的。快扶这个任主播下去休息，我们继续商议啊。任老在金安素有贤名，又代表了万城一线，这个决议若他不在，这恐怕会有失公道吧？有失公道，有失公道。黄师傅，不急于这一时啊，先让任老我先去休息啊。今日我们先到这里，咱们明日再商量也不迟。啊，老张，老张，好些了，多谢知府。免礼，本府特意在城中跟你寻得了名医，你现在可以放心安坐啊。今日我们继续商议人丁思捐之事，各位分别在县里边政务繁忙，我们尽快议完，尽快好回去啊。昨日帅家莫提告，要求金安八县打开所有的价格库，以便详查原档，各位意下如何？不可。毛知县啊，总得有个理由吧？这还需要什么理由啊？哎，他个平头百姓，价格库说开就开，这官府的颜面何在啊？再者说，如果人人都学他这个样子，那以后咱们这县衙还干不干别的了？别在这撒泼，毛知县。这已经不是一个平头百姓提告的事儿了，这是金安府要查清楚的事情。人丁思捐税欠扯上限100多年，不打开价格库彻查原档，如何正本清源？如何进行调整？我突然想起来，5年前在南京后湖黄册库通报过这样一个案子，有父子2人擅入后湖，试图改写自己籍贯的黄册记录，结果被抓。我记得非常清楚，判的是绞刑。可见价格重地未可轻忽啊！没有规矩不成方圆。我们万城的价格库虽然不成规模，可也有专门的库丁把守，连我进去都要报备登记。方知县啊，你当初发现他擅入价格库，为何只打1顿板子便放了？莫非是不把国家册籍安危当回事吗？毛知县，话可不敢这么讲。我当时哪里知道，他要在我们金安府掀起一场风雨啊！不过，我赶紧便下了严令，禁止他再次接近价格库。怎奈此人有手段呐！现在讨论的是人丁思捐税的事儿，不是在讨论如何给帅家莫定罪的事儿。黄知府，我觉得话不能这么讲。帅家莫从一开始便包藏祸心，我们坐在这儿议论思捐税，那岂不是正中下怀吗？您总说正本清源，这个本我们必须得弄清楚。帅家莫到底出于什么样的目的，非要挑起这桩人丁思捐税的纷争？对嘛？咱们金安府本来好好的，他却突然跳出来搅风搅雨的，此事过于蹊跷。这事有反常，必为妖。帅家莫就是个机灵户，家里就他一个人。人丁思捐，本府可以给仁华县捐免，但是对帅家莫有何好处啊？那就更奇怪了，明明没有好处，为什么要这么做呢？邓知县，你看看他就是一个算呆子，他能有什么心思啊？啊，我明白了，你的意思是说，他背后必有人指使。诸位，今日谈论的是人丁思捐如何处理之事，不是去翻帅家莫的旧账跟人品的。无事献殷勤，非奸即盗。你想想看，他这么起劲儿地张罗一件于己无利之事，那这背后必定有更大的文章啊！这些细节我们都不去弄明白，只是被他牵着鼻子去讨论人丁思捐税，那可谓是一叶遮目，不见泰山呐！
那你们到底想要干什么？就是要让这帅家墨讲清楚他掀起这人丁丝捐税的真实用意。哼，他要讲不清楚，就该效仿南京后湖篡改黄册案，严办，以儆效尤。帅家墨，跟诸位说说，当初你去价格库干什么去了？是。我之前帮人丈量一处土地时，发现测得数字与榆林图册记载不符。我这个人发现数字不符就会头疼，于是我就去价格库查看。一开始是查榆林图册，后来关联到了税赋簿子，这之间的数字都是相关联的，一动则全变。后来我顺藤摸瓜，就发现了人丁丝捐税的数字也有问题。啊，够了，够了，够了！王知府，您听听，这讲的都是些什么胡言乱语？帅家墨，认真点儿。我是认真的。看来还要我们揭破真相啊！报上名来。在下揽溪县一个生员，叫程仁清。你怎么知道帅家墨到价格库干什么？天下之事无非8个字：常理人情，正气攻心。我以常理推之，人情夺之，正气变之，攻心为之。别啰嗦了，快点说，快点说吧。此事要追溯到20年之前，也就是嘉靖38年，仁华县发生了一件惨事：一户人家突遭走水，一对夫妻双双葬身火海，只剩下一个遗孤。这对夫妻，男的叫帅敦成，女的叫柳月娥。这位帅敦成正是金华县户房的一位书手，算学精熟，人人称道。程仁清，别扯无关的事情。哎，宋同伴，莫要急呀，听他把话讲完啊。嘉靖38年，建安府爆发了一桩弊案，数额巨大，触目惊心。此案惊动了巡抚、巡案2院，先后制下牌票，要求彻查。建安府查来查去，最后揪出了一只硕鼠，正是帅敦成。具体帅敦成如何犯案，又是如何被查出，今日且不详说。但东窗事发之后，恰好赶上了帅敦成和柳月娥家中走水，夫妻双双殒命。坊间传闻是夫妻俩畏罪自杀，只剩下一个可怜的孤儿，吃百家饭长大。你怎么知道的？所幸此事距今不过是20年，很多人应该都还记得。任主簿，是不是？没错。小老当时正好就在仁华，哎，诚为惨事，可发一叹。任老丈，依您观之，帅敦成这个案子是否有可疑之处？时间久远，不好揣测。不过那案子所涉银钱数目，不应该是帅敦成一个人能吞的。也就是说，这个案子它是有疑点，只是可疑罢了。都是过去之事，与今日话题无关。不，任老前辈，请问您帅敦成的这个案子是什么案子？贪污案，帅敦成挪用人丁丝捐税3530两，畏罪自焚而亡。此案虽然有疑点，却不足以翻案，但足可以在一个小孩子的心里种下仇恨的种子。帅家墨竟然是帅敦成的儿子，没想到。
这个倒是没想到。哎呀，原来如此啊！啊，这人丁私捐税的事儿跟他父子二人都有关系。嗨，一个7岁的男童，看着自己的父母惨死在眼前，你让他如何忘却？他年齿渐长，明白的事理越多，就越发的疑惑，自己的父母为什么会自焚而亡？当年的贪污案是不是他们做下的？他对这件案子的好奇与日俱增，对监安府的愤恨就变得愈发浓烈。不过帅家墨想要报仇，既无族亲可以依靠，也没有资格去考取功名，更手无缚鸡之力。怎么办？我手里唯一可试的，便只有传承自父亲的算学，只有用自己最擅长的方式，向整个监府发起复仇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回禀宋通判，帅家墨并无大碍，只是有点郁气抖臂，情志不舒，喝点酸枣水，休息一下就好了。快去准备。好。家墨怎么样啊？我看见我爹娘了啊！我看见我爹娘的身影，我爹还拿着一本书。家墨呀，程仁清为了赢他不择手段，他会找你薄弱的地方去攻击你，你不能往心里去啊。对，我还得去铲灭人丁四军。不，哎，你还操心这事儿呢？那个黄知府跟那几个知县在后堂商议着呢。我还没有说明私捐税的来历，他们商议什么？现在商议的不是私捐税了，是你。各位。这一门心思的想治帅家墨的罪，难道这人丁私捐税真的有什么猫腻吗？王知府，夏老想给知府看一样东西。行，各位坐吧。黄知府。哎呀，任主簿真是清廉如水呀！来人，在，给任主簿准备一双新靴子。是。王知府，小老这双靴子穿了多年，踏遍了万城的山山水水，不知补过多少次。不是故意卖惨，实在是囊中羞涩。万城你也知道，素称7山2水1分田。可百姓要缴的，除了夏秋2次的正税与军徭之外，上还有各色杂饭，一年到头不停。一户3口之家，春耕秋收，可能半两银子结余都不到，尚不够来年借贷去买种子。小老纵然想攀，蚊子腿上又怎么能割下肥肉来呢？苛政猛于，哀民生之多艰呀。所以万城知县之缺，没人愿意来补，只累了小老这双靴子，反复磨补了。人丁私捐怎么回事儿？小老不敢置喙，但我可以告诉黄知府。倘若突然出现一笔税赋，接下来万城会发生什么？那些农民就会变卖自己的积蓄和家畜，勉强交上这一笔税。但是，一贫如洗的他们，只能被迫去借高利贷，要么被迫让土地卖掉，沦为佃户；要么逃荒逃亡；要么
把小老和水利大厦，然后落草去做山贼。每一次加税，这样的事都会重复一次。无论丝绢税是真是假，小老为县里父老计，都绝不敢赞同。我兰溪县也是一样。若因为加税起了纷争，耽误了征税借送，朝廷要是怪罪下来，那下官也只有辞职挂官一条路。你们，黄知府，此税之早，甚至在小老出生之前，绵延已逾100年。纵有不公，也早已成定例。过去的事情一粗不一细，若是锱铢必较，一一追究，那别的税目是不是也有问题？口子一开，争议无穷无尽。人丁丝绢税一事，本府已有诚意。帅家莫因挟私报复、妖言惑众，故将其拘押，交由刑房议罪。各位人华百姓，勿需就此事妄加议论，以讹传讹。若有违者，定当追究。殿下。吓了我一跳！别提了，昨天晚上闹了妖了。闹妖？就咱这破牢房，还有妖怪能看上眼？对，是真有猫妖，我们昨晚可都看见了。哎呀，我感觉吧，吃早席的那个猫妖啊，上他身。上谁的身啊？就昨天那个，就是昨天刚进来那位，叫什么帅家木，他啊。哎！这里是监牢重地，你来干什么？拜见两位大哥，我想来探个监。可有衙门刑房的批文，或者是知府同志的手书？你看谁呀？税家莫，昨天刚来的。你告诉他，我们兄弟二人呢，也是奉命在这儿看守，与他并无仇怨，让他不要在我们这里作妖。里面请吧，请。哎，请。老帅，你还好吧？你来的正好，我找到一个新的证明办法，只要把这些不重要了。怎么不重要了？要证明人丁丝绢与协饷之间的关系，我找到一个新的证明办法，只要把原始账册拿到，就一定可以算得出来。老帅，有件事我今天必须问清楚，因为这关系到后面很多重要的事儿。你说。昨日，陈仁清说的那个故事，到底是不是真的？哪个？他说你是为了替父母报仇，借着人丁丝绢税搅乱监府的事，到底是不是真的？不是。我父母的事，我一件都想不起来了。我相信你从来不说假话。可是你听完陈仁清说的那个故事，你昏倒前的反应我是从来都没有见过的呀。我当时头疼欲裂，很多以前的事，就好像一阵风一样，吹到我的脑子里。
不过全是颠倒的，我也分不清到底哪件是真，哪件是假。那你之前就真的一点都没想起来过吗？我也希望我能记起来，可是我连我爹娘的长相都记不清了。以前，就算有人骂我，说我爹做过什么，我也无法生气，因为我根本不知道他做过什么。可是你记得你父亲教给你的算学啊？因为算学是我这个世界上唯一感兴趣的事情。你不懂，就像我永远也搞不明白，为什么你会觉得青楼赌坊里有那么多好玩的事儿，你也不会明白，这算学之中有多少乐趣。乐趣？数性质朴，算学是天下最诚实的东西。1+1永远是2，5乘4永远是20，而12字时永远是144。人心叵测，难以琢磨，而数性质朴，从不虚实。数与数之间的关联，就好比天上的星宿一样，万年难移。只要你掌握了其中的运转之妙、计算之理，便可以俯仰天地，上下求索。这便是我所求的道。任凭数字无穷无尽，任凭难题变化莫测，无以一道而喻之。也许在你看来，这只是一间装满了断烂潮爆的破屋子，可在我看来，这是直通仙府的大道。我在其中神游天外，上穷碧落下黄泉，无数的景致只在一念之间，何其的快活！这与成仙又有什么分别？说的真好啊！什么意思啊？我也听不懂，不过这都不重要了。老沙，你在这等我回来啊！这草席该换了。好，换，马上换！方知县前几日给我移交过来一道公文，说是要审议那个人丁私捐税案。昨日既然有了诚意，作为程序，本府理应给方知县回一道公文，对吧？请仁华县诏令执行吧。您的意思是让我以仁华县的名义将这份公文变成榜文，公布宣誓结果？这件事情在仁华闹得沸沸扬扬的，不应该给民众一个交代吗？这如果宣示了这个结果，说仁华百姓
应该正常缴纳这个人丁私捐。我怕老百姓有想法。老百姓有什么想法啊？只会夸方知县为民着想啊！黄知府，道理是这么个道理，可您知道，仁化百姓虽然民风淳朴，但也不乏刁民暴徒啊，总得给百姓情绪上有所照顾吧。您初来乍到，万一这建安府有什么动荡，对您的官声也不利。本府真的不在意，反正我的府令也就只在这个府衙内有效，真正办事的还得靠几位县令啊。这道官文我也分别抄送给了兰溪、万城和同阳3位县令，相信他们很快就会公开的。你赶紧回去照章办理吧。黄知府，宋康。你边叫供状的，跟我回去。哎，不是姐，欲乘隙取利，变乱乡里。本府据理争辩，实名利害，务求百姓无家父之苦，少增税之害。今监犯已绳，本府乡民不必惊扰，可相安无事矣。本县偶感风寒，不能事事，一切事务暂缓办理。哎，这怎么回事？这个的，哎，这来了贵的，这不能办事儿，这个太不像话。妖言惑众，擅兴词讼，流配3000里，这罪名是他们想出来的。刑房长案呢是今年的老例，自然是闻玄哥而知讶异。啊，的确是失去啊，不会是你老兄教的吧？哎，金安府上下和睦，那也算是属下的心愿根本。是我不安分吗？明明是他们咄咄逼人。是。来人，此罪名太重，驳回，着刑房服役。是。哎呀，如此一来，也算是各有所安，尘埃落定。那倒未必。知府排票，该犯妖言惑众，擅兴词讼，但罪出有因，其情可悯，念其初犯，加以训诫，准其开释。开始。若有再犯，罪加一等，严惩不贷。出去以后好好做人啊，好好做人，好好做人，不要闭嘴！啊！哎呀，你快走吧。去晦气，你是在监狱混挺好啊，大家都怕你。他们怕我是因为他们说我有妖上身。哎呦，那巧了，宝玉也有妖上身。哎，那你得给我扫扫过来。哎不，哎呀，你别，哎呀姐，哎呀，哎呀这好。石家墨，冯宝玉，黄知府。哦，知府。石家墨，这是你写的提告，还给你。我在里面想出一个新的证明办法，只要增补进条陈就可以证明。在金安府，就别想着再提告了啊！可是人丁私捐的，你没听懂我的意思是吧？在金安府，就别想着再提告了，明白吗？黄师傅，你慢走。文章是个好文章，帅家墨，只是所托非人啊。哎，我看看。呀，这黄知府是在给你改文章吗？啊，我看看。你看。哟，改这么多啊！黄知府不是要做你的塾师吧，呆子？这什么？这是底报。什么是底报？不知道了吧，姐姐？他这个底报啊，
就是说上个月里边谁升官了，谁贬职了，哎，哪国来进贡了，朝廷下达什么圣旨了，都在这里头，是发给各省官员作为参考。那给人家黄师傅还回去啊？啊，也是。走。哎，黄知府，黄知府，刚才黄知府说，我们在金安不要再告了。对啊。那如果在金安以外的地方呢？我明白了，黄知府的意思，是不是让咱们去比金安府高一级的地方去提高呀？呀，我看看，腰又上身了。提了，别总自责了啊！哎，老帅，那好点没有？你还记得我跟你说过我爹写的那本书吗？嗯，他好像把什么非常重要的东西记在里面了，叫做《推步据鼎之术》，但是内容和书名我怎么都想不起来了。你都想了一晚上也没想起来，你就别想了。告辞。庄三 T 先生是吧？哎，久仰。哎，坐。哎，您走。你们疯了吧？这个丝绢税怎么算都加不到你们俩头上，你们操的哪门子心，装的哪门子苦主啊？你接着说，应该去哪个衙门提告？行，你们要作死，我也不拦着啊。哎，对了，小爷，哎，你来之前可否写了一些条陈？哎，老帅，条陈。这什么乱七八糟的？写了一大堆数字，算来算去的。你看这头前面还改得乱七八糟的，谁写的呀？是黄知府。不好意思啊，庄先生，那您说该怎么写？哎呀，其中难改啊。这样吧，我勉为其难的再给你们另写一份，然后呢，只收你们点润笔费，如何？好，我带了纸墨笔砚，现在就写。哎，老帅，我来。哎，张先生啊，那个您带回家写也可以，但是你总得跟我们说说我们接下来该做什么吧？哎呀，诉讼这个路子是不能走了，就没听说过民告官的。嘿，你们可以走就地复审。什么意思呀？哎呀，你亏你还是个生员呢！就地复审就是你提告某一个官员在某件事上处置不公平，恳请上级重新调查，哎，你就送到安察14。对，就是安察14。哦，妙啊！哎，庄先生来。哎呀，你看这个脑子呀，就想起了还有2个麻烦的地方啊。这第一个麻烦啊，你们金安府啊，已经给出了合议，安察使司估计不会给你们直接下结论了，否则他就是打了金安府1府8县的脸啊！你说是不是？我估摸着，你们这个复议上去之后，安察使司会发回金安府，让你们的知府重新调查。不是，这自己审自己，那审不出来什么不一样的呀？哎呀，或许这就是他让我们来这儿的理由啊。我想明白了，只要上级同意复议，哎，那他就是想要个借口重新调查，那我们可以去复议的，对不对？对吧？这么精妙的推测，是你想出来的？哎呀，别谁想出来的啦，少爷！现在最麻烦的就是阅诵。阅诵什么呀？你作为一个生员，不会不知道阅诵吧？啊，
这大明律上写的清清楚楚的，这老百姓打官司也好，这个举报都好，都得一级级来的。先找乡老调解，调解不成再找里长，里长主持公道，公道不中的话，再去找知府和知县。你们这倒好，直接越过县府2级。我告诉你，小子，甭管你有理没理，上了大堂就是20大板。你做好这个准备了吗？做好了。不，没有。不是庄县长，这20大板是不是太多了？哎呀，这里的规矩就这样。那这也不能不分青红皂白上来摁着就打呀。我跟你说的都是官面上的规矩，私下呢，我给你找一个专门跑衙门的衙人。啊，谢谢庄先生，1两银子，1两5钱。那我还不如自己去挨板子。哎，您就是自己去挨板子，也得给那些负责打板子的衙役一些还手钱，不然你知道吗？那20大板下去，有的可就出了人命了。这钱呀，您里外里都省不了。这合着一板子就得1000呢。一板子是7分5毫，1钱是错的。哎，这只是阅送的费用。您2位不是还得去按察使司递状子吗？这纸墨钱也得准备着。纸墨我们自己带了，都已经写好了。哎，自己带的纸墨不合规范。还有，这按察使司也不是每日都放告。至于何时放告，签诗是谁，只有这衙门里的小吏他才知道。给的多，查的就快。这不就明着抢钱呢吗？这不是？您嫌贵，您不如自己出去跑跑。不是，怎么又冒出来一笔签诗啊？整个凤兴这么大，按察使一个人管不过来，所以手底下有副使佥事、清军、提学、屯田、兵备等等分管，找对人很重要啊。哎，我这新的条陈写的不错吧？啊，至于润笔的费用嘛，我算你便宜点。你不是说今天肯定能送进去吗？您是不知道，这惩罚房的小吏，那是按钱排序的。按钱怎么了？钱我也给了的呀。您是给了，可架不住别人给的比您多呀。这状制的格式不对，得找个刑名事业把关。盖戳费、传承费、差役成票费，行百里者半90。你这前面的银子都花了，你再不花就白花了。我们这2天的衙门长什么样都没见着，净在这给你钱。再等等，再等等。哎呀，你稍安勿躁嘛，过段时间就是放告的日子了。你把这个状纸往上一送，你的事情不成问题啊。都送进去了吧？送进去了。哎，我亲眼看着放入了明日的审理案牍，号牌都拿到手了，错不了。哎，10号还挺靠前的呢。哎，那月送的20大板呢？哎呀，好，谢谢，走吧。那不会有什么问题吧？您放心，这上上下下小的都打点到了啊。再说，您那100多两也不能白花吧？花了这么多银子了。8号，好，进去吧。9号，马上到我们了。11号。哎，这怎么回事？哎，许是漏了。哎，再等等，等等。12号。哎，这什么意思呀？我去问问看，我去问问看。13号。你快一点！这奇了怪了，你们的条陈竟然被驳回了，还批了无礼。该状荒谬不堪，言辞悖乱，只增笑耳。且即安抚已有诚意，无庸再审无礼。不知怎么就被驳回了呢？您也看见了，这关键上都没问题，这问题出在状子上。
不可能是我的问题，只怕是有人针对你们吧？啊？哎呀，不可能，谁会针对我们呀？我想起来了，程仁清也到省城了。啊！我这要是他来了，可就麻烦了。哎，庄先生，你想想办法，这到底怎么办呀？凉拌呀，没办法了。爸，你之前不是说有很多衙门吗？你们这是按察使司明确驳回来的条程，你给哪个衙门谁肯接受？而且再说啊，针对你们这个人太歹毒了，一招封喉。我看你们这个提告在地方上是不可能了。巡抚衙门呢？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你说过，布政使司、按察使司、都指挥使司都是地方的衙署。除此之外，还有巡抚都御史和一个巡按御史。那可以啊，这个朋友记忆力。哎，咱们就去找那个凤兴巡抚都御史。哎，现任巡抚是李世达大人，的确是凤兴最大的官了。不过，你们两个连巡抚衙门都进不去，而且人家接受的是地方上诉的案子。那巡按衙门呢？可以啊，咱们确实得按照巡按的路子走。你看啊，他这个巡按，他是朝廷派到地方的监察官，而且他的闲职是挂在了督察院里，他跟地方上就没什么瓜葛，顾虑也就少了。哎呀，但是有个难处啊。要是钱吗？你还有钱吗？没有了。那不就得了吗？巡按人士，最关键的就是在这个“巡”字上。他四处巡视，你们在省城里肯定找不着他的。不过我算一算啊，巡按差不多应该巡到了延州府。对，延州府。我们回仁华，正好路过延州。陈仁清，你是来嘲笑我们的吗？来给你们一个忠告。能有这个好心的？我若是你们呢，暂时就先不回仁华了。谢谢啊，我们不回仁华。我姐说了，你的话只能信一半。总之言尽于此啊。自求多福。得手了吧？不会啊，都这么长时间了。
哎呦，军爷，这大晚上的你有何贵干呢？我们接到举报，说你们这里边有强盗，去把里边的人都给我叫出来集合，快！快点！各位客官，快起来！快来查罪了！起来！哎，快起来吧！哎，拿好衣服去门口集合！哎，快！还有你大门口，看什么？说你呢！起来！门口集合！快点！快点！快点！马上走吧。好。军爷，齐了，人都到这儿了。本官收到报信，说这里有强盗当道抢劫，可有此事？啊？你们都没招贼吗？没有啊，没有。我看是有强盗混在你们当中了吧？你们两个看上去有些面生啊，不像是本地人。姓名相关，此来设有。军爷，在下是封宝玉，金安府仁化县的生员。那个省城刚办完事儿，我们要赶回仁化。哎，这就是我们路引。我看你细皮嫩肉的，不像是强盗啊。你呢？帅家墨，金安府仁化县人。我来省城是为了向凤兴按察使司提告仁华县私捐税弊案。哪那么多废话啊？这不是废话，都有数字可以证明。我可以算给你看。哎呀，老少，那个军爷，这是我兄弟，我们一起的。他那个算账，脑子算傻了，您别介意。这年头傻子都能算账了？哼！你，哎，军爷，我就是本地人。本地的啊？对，收下来吧。好。你过来。说你呢？对，就你，大胡子，你过来。军爷，姓名相关。陆飞龙，金安府，同样县人，我是出来收账的。收账？路引在此。今天奇怪了啊，遇到3个金安人。陆飞龙，你说你一个金安人，来我们延州收什么账呢？嗨，几处店铺而已。军爷，他撒谎，他根本就不是同阳人，他是兰溪县的人。我就是同阳的。你是兰溪县的，你还开赌坊的。您别听他瞎说。哎，嚷嚷什么呀？啊，我问你啊，你在这驿社里有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人呢？在下平时沾枕积税，不曾留意。不是军爷，他真的是开赌坊的。他之前在仁华开了个赌坊。这谁是来开赌坊的？不是你吗？陆飞龙，你就是兰溪的。哎，行了，陆飞龙，你过来。陆爷，你要来延州开赌坊，得向我打报告，必须要跟我一起开，啊，这是规矩。明白啊。好了，今天也没有发现什么强盗，你们都回去睡吧。收队，走。记住啊，哎，收，快点儿，快！大哥，还动手吗？动个屁！现在那个军官已经盯上我了。他们俩现在要是被杀了，我肯定要被怀疑。啊？那可咋办？睡觉。父母至敬至孝，不曾懈怠，与亲子合议。老人病亡，家产何该均分？杨二春诉状驳回。下一案。
的是什么鬼东西？一看就是出自壮士之手。拿腔作调，虚张声势，1分是渲染成5分，想在我这里讨得便宜，休想！驳回。哎，这可是中3T写的呀！这帮壮士只会起灭词讼，挑唆纷争，唯恐天下不乱，本官最为厌恶。退下！下言。怎么办呀，老帅？这庄先生写的他看不上呀。我还带着之前那版调针，黄知府改的那个。庄先生说这个写的不行啊，他写的这个都看不上，怎么能看得上这个呀？怎么还不退下？哎呀，司马当活马医。刘玄，说，我们刚才交错调陈了，其实是这一版。你们2位，随我来。你们这个调陈写的有意思啊，看里面分明是2个人的手笔，一个主笔，一个改动。您可真是目光如炬啊！这主笔之人呢，就是我兄弟帅家墨。哦，至于这改动之人，他就是你们黄宁道黄知府，对吧？你怎么猜出来的？我与黄兄虽非同年，但黄兄是监察御史外放的人。我刚仔细听了你们讲述合议的前后，黄知府也有他的难处啊，不得已才要找外力支持。那您还接这个提告吗？本官巡按奉兴各地，就是为了纠正地方弊端。这关于人丁丝绢的调陈，情理昭然，正在本官的职权范围之内。如若不接，便有渎职之嫌。这个案子，察院正式接下。所以我什么时候能去其他7个县的价格库查阅文卷？什么？我这兄弟舌头有点直。是这样的，我们之前合议的时候呢，老帅提出过去其他几个县的价格库查阅，但是被拦下来了。其实这事儿很简单，黄知府只要去几个县看一看，就什么都明白了。我若要求他们打开，他们无权阻拦。所以我们什么时候调查文卷？待本官把延州府的事情处理完，咱们即刻动身巡按金安。太好了！你们不知道黄知府多么的用心良苦，他怕我不接这个案子，特地附了这份底报在调陈下面。啊？我还以为这底报是不小心粘在底下的呢。你们2个傻子，不光没有看懂，竟然还去找了一个不入流的壮师写那种破状子，差一点儿就枉费了黄知府的一片苦心啊！认真看看，若悟得出，一切都明了；若悟不出，说什么也没有用。你们可以走了，本官还有别的公务要忙。走。哎，还有个问题，我想不明白。这个案子如果赢了，对你们2位没有任何好处；可要是输了，2位会身败名裂的。这样出力不讨好的事情，如此热心奔走，一定是还有别的隐情吧？这事跟我没关系，我就是跟老帅结伴同行的。那你呢？数字是错的，就应该得到纠正，有什么不对吗？老帅，我就是没想明白这底报到底有什么玄机呀？怎么了？那个刘勋啊，一看这底报什么都明白了，就跟打哑谜似的。这很重要吗？哎，有时候我是真羡慕你这天真烂漫。你想想啊，之前刘勋案问你，说你为什么要干这种出力不讨好的事儿？庄3T问过你吧？程仁清问过你吧？哎，黄知府和那几个知县是不是都问过你？可我的答案都是一样的。重要的不是你的回答，而是人人都觉得你挑动这件事儿，一定有其他的好处。可是我并没有啊。那可不代表别人没有啊。你想想啊，
围绕这思娟案，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目的。好，太好了！毛知县可谓是深得刀法的精髓呀。这大明几百个县令，论这理政手段，本官未必上乘。要说这搏击技能，本官可进一甲之列啊！毛知县，出事了，出事了！啊！大胆！何人敢占据县衙作乱？毛知县，你这身装扮，以为要去投军了呢？关你何事啊？你是哪个？我是凤兴巡按御史刘景。巡按御史。不可能！本官并未收到巡按要来本县的牌票。牌票已经送去仁华县了。本官是临时起意，要在榄溪设查院。毛知县若是不信，我这里有官印、圣旨，还有督察院的文书，你尽可来验证。验就验。还真是啊！刘玄，你这人做事太不地道，哪有不告而来搞突然袭击的呀？哪还有半点巡按的样子啊？毛知县，你这身武人装扮，也不像个知县啊！我这是晨练的装扮，不知你要来，带我回去换换，再来与刘巡按一师恭候。毛知县，毛知县，哎呀，毛知县，哎呀，有话就说，没看本官正在忙着呢吗？有人看到帅家墨了，跟那个刘巡按一起来的。他二人何时走到一起的？我小人我就不知道了呀。去，马上到诸葛村，把那个程仁清给我招来。哦，明白。去，哎。刘巡按，奉天子之命啊！本官巡按凤兴11府，今欲在榄溪县设置巡按查院，调刷文卷，监理词讼。既是圣上之意，本官自当全力配合。很好，毛知县，请起。本官手里现在就有一桩案子。莫不是帅家墨提告的人丁丝绢案？哼，这毛知县不光武功了得，连算卦也懂。这件事情牵扯到国家税赋，兹事体大，您可要想清楚了。来。这两个小贼！帅家墨主张，人丁丝绢税3530两，乃是100年前协饷挪移所致，本应由8县均摊，成化16年之后，却只由仁华县独担。帅家墨，你说是有凭据的？是。只要查一查榄溪县的价格库，看看成化11年至成化16年的税赋账册，便可真相大白。你说查就查，贵姓啊？姓帅。现在是本官查案，徐耀凯。凭什么？哼，凭什么？凭的是朝廷之命。本官奉旨巡按凤兴，最重要的一项职责，就是调刷文卷。凤兴11府所有的文书卷宗，本官都要一一查看。你们榄溪县凭什么就能例外？毛知县，你3番5次退位，
不是真有什么隐情，再做阻拦，本官定要参你一本。请。本官就在这里坐镇，看看谁敢阻挠刷捐。这2位书手是我惯用的心腹，也借给你用。你估计要多久可以完成？3日之内。着什么急呀？我虽然没有看到内容，但却抢在一瞬间扫到了底报一角的日期页码，是本年4月招。范老久在中书，这底报上可有什么玄机？我看看。闽地搞清账，哎，这是闽地的事啊，跟咱们这边有什么关系啊？继续看。哦，好。看看。毛知县，印田。这上面说，闽地的大户一直在把田地改为不必纳税的隐田。这最严重的县，一县之内有6成皆为隐田，只有4成负责承担税负。朝廷搞清账，自然是要把这些隐田给拓出来，增加税负。当今朝廷谁能做主啊？当今圣上年幼，自然是李太后垂帘内政，张首府辅弼于外。张首府素有大志啊。只怕这闽地是张首府在试试。你们看啊，这上边还写道：闽地布政使说，闽人以为变，这就说明事年已成。这张首府下一步很有可能要在全国搞清账啊。咱们奉行富庶，恐怕首当其冲啊。不止吧？那他是为了钱财？不是，张首府最需要的是一个典型。正解。咱们这边的情况要比闽地复杂得多。张首府最需要的是一个地方上能配合中枢的案子，将来再推行的话，就可以减少很多的阻力。这刘询案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啊。他让那2个书手陪同帅家墨，不是为了帮他，而是要暗中调查本县的鱼鳞图册呀。这个刘询案还真是敏锐啊！他看到底报上说闽地已经完成了清账，就想到了张首府要立刻推行。如果在这个节骨眼上，一位年轻的巡案御史可以先首府之忧而忧，在咱们奉行率先的搞起清账来，他岂不是立了一个大大的头功？可是我还是不明白，这人丁私捐税和清账又有何关系啊？人丁私捐税的关键是什么？税负不均。那帅家墨天天把这话挂在嘴边，我听得耳朵都要长茧子了。税负不均就要重新分配，想要重新分配，就得按各县的体量来重新分配比例。估算体量，自然要把这田地重新清账。刘景的心思在这里呀。兹事体大，应该徐图缓之，快
这会生变。是啊，咱们金安乃至凤兴，有多少士绅？这名下又有多少土地？哪些是合法买卖？哪些又是巧取豪夺？这个刘景查得过来吗？这得闹出多大的动静啊！做成此事呢，刘景必定大受首府青睐。至于我们金安，他好还是坏，与他有何损失呢？这等小人，为了自己的仕途，不惜搅乱，以辅之稳定，不如一刀斩之。这也许是刚刚开始吧。反正在我兰溪不能得逞，否则后患无穷了。不想，这区区村落，竟蕴藏如此的气象。这诸葛村虽四时而变，光线移转，景色各有不同，尤为垂暮之时为最佳。徐安大人莅临兰溪，这诸葛垂暮之景一定要赏一赏。不错，落日余晖斜洒八阵图上，如观武侯晚年心境啊。这诸葛垂暮，一语双关，实在是巧妙。诸葛一生鞠躬尽瘁，只为忠君一诺，克服中原，是我等之楷模。范老乃官场前辈，当年威名赫赫，今承蒙教诲，不胜感激。不敢。那宴席早已备好，我看不如这就前往啊，席上慢慢聊。这宴席是兰溪县出钱，还是您个人出钱？徐安大人，小老和当地的乡绅略表心意，就不让官府破费了，请您放心啊，请。帅先生，用膳了。范老问酒宴置办好了没？自然是置办好了。范老说了，刘玄案不好财，我安排了别的。聪明，一会儿你不要走远，可能随时会叫你。一会儿我不在席上，当然不在。老彧呢？证据找到了吗？没有，是没找到啊，还是没说出去？没说出去。我喜欢跟诚实人聊天，不费脑子。哎，证据给我，我就把冯宝玉放了。我差点就算完了，不过兰溪县价格库的正税簿子上还有记录。别跟我扯这些，我听不懂。就是说，这些只是抄件，原件我都放回去了。宝玉，你快把它放了呀！
你答应我的。你怎么能听陆飞龙的话呢？刘询安莅临兰溪，蓬荜生辉，我等要尽地主之谊。如果招待不周，还望海涵。哪里话？范老蒙天子御赐，县台乡贤牌匾，又以奉职大夫荣退，应该本官先敬您才对。请。老孙，你真是个笨蛋！不是，你怎么能信那个陆飞龙的话呢？你拿到玉你就赶紧去给刘询安，你起码还能活呀！我死就死了，反正我也就是个纨绔。这些原件要是烧没了，以后就更没人算得出来了。这都什么时候，你怎么还在想这个？我们这些人年事已高，远离宦海，不过在朝廷当中还有那么几位故旧。如果您要需要帮衬，尽管吩咐。其实说实话，君子群而不党，只要以忠事君，便可以问心无愧了。君子群而不党，那何人党而不群呐？当然是那些只为了一己之利而罔顾朝廷难处的人啊！啊！呀！哦，你，快，找出口，找出口，快！醒醒！那有板凳。毛知县，不好了！何事慌张啊？毛知县，兰溪县城走水了。何处走水？是架客库。啊！哼，这走水走的可真是时候啊！是烧给谁看的？刘巡安，您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你不觉得这火真通人性吗？让他什么时候起就什么时候起，让他烧何处他就烧何处。毛知县，毛知县，何事啊？刚刚得知帅家莫、风宝玉二人留在架客库中，如今生死不知啊！真是岂有此理！倒要看看这兰溪县还是不是大明的天下！这
你把他们两个捆在库房内一同烧死，原本是打算伪造一个误动火烛。是啊，把他们俩都解决了，麻烦事就一并都没了。不过现在也不差，我再杀一次不就得了？住手！干嘛？你现在再动手，意义可就完全都不一样了。有什么不一样？如今大火烧了价格库，他们却死在了外边，这不明摆着告诉别人此事有蹊跷吗？我有办法让尸体完全消失。只要帅家模的尸体不在库房内，刘巡案他就一定会起疑心。那我把他们俩杀了，再放回去不就得了？这个法子好啊！外面那么多救火的人，我们可以神不知鬼不觉的把他们两个的尸体给运回去。没错。那你说，有什么好法子？法子倒是有一个。你说。我需要他配合。刘巡案，刚才我们都翻检过了，废墟里只有大量纸灰与残余木架，并无任何尸首。吴飞龙这个蠢货，王知县无忧，我都已经安排好了。你们两位昨天离开的时候，是帅家墨主动要求留下的？正是，我们换他吃饭，他没走，还在那里发呆呢。案图的纸上都是空白的，我们还问他进度要怎么办，他也没回答。二位先生，之后还有谁见过帅家墨？应该就是库房那个老厉吧。王知县，啊，去，把那老张给我带上来。每天日落的时候，架构库就要落锁。今天我去锁门，就看见两个书手说帅先生还在库内。老张啊，这价格库里除了帅家墨，可还有其他人？还有一个叫风宝玉的公子哥。后来，他们俩吵起来了。还吵起来了？吵了些什么？小老儿耳背也听不太清。什么，舆论册来不及，如何交代？莫要连累等于。我提醒他们要锁门了，结果那个公子哥发脾气，把我给撵出来了。他们说，他们是为刘巡案办事，说我在啰嗦，万一是耽误了大事，就要拿我试问。被他们赶走之后，我放心不下，就来看这大火，小的失职。老张，这大火之后，你可有见到帅家墨和风宝玉啊？小的委实是不知道。刘玄，这个帅家墨呢，承诺说会找出人丁四捐税的真相，但却陷入了麻烦，只得一张白纸。而这个风宝玉呢，他是用了所有的身家做保，来赌帅家墨会赢。但是他发现帅家墨的进展不大，甚是着急，便来到了价格库，催促帅家墨连夜查卷。于是，便跟他发生了一场争执。此乃是二人在互相推诿埋怨。你说的似乎跟看到真景一样，莫非你也在现场？我是诸葛村人，刘玄案和几位之前的这个酒宴呢，就是我置办的。我也一直在左近后着，不曾离开。啊，莫说废话，快说正题。那之后的事情我也不知道是怎么样子，有可能是两个人因为吵架，误碰倒了火烛，才酿成了这场泼天大祸。那然后他们人会去哪里？自然是潜逃了吧？你要知道，这烧的可是我们揽溪县的价格库，顶格可以判死罪。他们两个不落荒而逃，难道要留在这儿等死吗？你的这些推论纯属猜测。姑且说在下的推论是有误的，他们两个与这场大火无关，那他们两个就是无辜的。
为什么要落荒而逃呢？他们可以留在原地，又或者直接去找刘玄按名呢？恐怕这刘玄可还有什么意见呀？好手段。范老，幸不辱命。仓促之间编排了这么一出好戏，连我都快信了。若要遮掩一事，莫若另开一事，这是做壮士的常用手段。那两位现在如何？他们两个已经被陆飞龙遣送出了揽溪县，前往同阳暗中拘押，疑似海捕文书送至金安府各县，然后陆飞龙便会将他们扭送到同阳县呀。这为何不在我揽溪，还要扭送到邓知县那边呀？潜逃嘛，自然要逃得远一点再抓，这才更像样啊。毛知县啊，说到这儿，你还得帮个忙，再多发一支签子，给陆飞龙一个捕头的身份，这样跨境抓人，他也有方便。然后呢？然后自然是同样把犯人转交给揽溪，再接受审判。绕这么一个大圈子，还不如一刀砍了来的痛快。快，它不代表好。放肆！我的意思是说，价格库着大火，这是大事，遮掩不得，怎么都要给朝廷一个交代。与其烧死帅凤二人，不如让他们就此背起这口黑锅。麻是麻烦了点儿，但手续上没有瑕疵，可以杜绝后患。文书手续我来办。人呢？人呢？啊！去！哎！不行！不是我说。疼啊！起来疼！有没有看到？小芝，你们不是在仁华讨生活吗？怎么跑到同阳山里来了？你们来干什么？你别害怕，咱们的账已经清了，今天不是来找你们的。我问你，刚才有2个书生模样的人从这里经过，你们可曾看到啊？啊？看到了，他们下山去了。走。其实你们没了田，还可以来我家做佃户嘛，何必跑到这大山里来开荒呢？太辛苦了。这个就不用你操心了，我宁可自己给自己干。那我就奇怪了，你说他们俩经过这里，看到这儿有这么大一间茅屋，难道不会过来看看？你们走吧，这里不欢迎你们，也不欢迎任何人。走！给我搜！是。
大哥，这里有个地窖。你不能进去，这地窖许久未通风了，贸然进去很危险的。起开！我来。你怎么了，大哥？没事吧，大哥？给你扶大点，快！大哥，慢点，慢点，慢点，大哥，慢点。走，慢点，大哥。跟你说了吧，别进去。慢点。慢点，对，慢点。忍着点啊！你们到底为什么被路飞龙追啊？我们是去揽溪茶。疼！哦，慢点！我欠路飞龙赌债了，哎呀，流年不利。哦，懒惰。爹，忍着啊！你刚不是挺能忍的吗？路飞龙来的时候一句都没吭。刚才谁敢吭啊？吭生命都没了。哦，哎，也不知道谁放的这么大夹子，疼死我了。啊！是你们？是我们呀。那放在身上可以夹个野兔、野猪，好歹能吃顿肉。谁知道你往那儿跑啊？那是你们夹上我的腿，得给我请个郎中吧。我们可没有钱请郎中啊。如果你不嫌弃的话，就在我这儿养伤，我和小芝再去采点草药。爹，我们家那点粮食可能不够那么多人吃。哎，我有钱啊！你可以在我这儿养伤，若是想治好的话，就要到同阳县城去了。老帅，要是别人再问起来，你可千万别再说咱们是来揽溪查账的，也别说架个库着火的事儿。为什么？知人知面不知心呐，那谁也不知道别人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。可是陈家妇女救了咱们，那就更不用说了呀，咱不能给别人添麻烦呀。我明白了。我家在同阳还有个铺子，你明天早上带着我的信，去取点银两，你再叫个郎中过来，顺便让他们给我姐捎个信儿。哎，你说咱们明明晕倒在揽溪县的架个库里，那怎么就在同阳县的破庙里醒过来了呢？这个路飞龙在想什么呢？爹，3530是什么意思？记住这个数字，爹一生的功过都在这里了。老师，
老师，你想什么呢？记得我跟你说过的那本书吗？我想起它的名字了，叫《思娟全书》。在书的第一页也写着3530。为何我爹也曾经查过？这场大火让我确定人丁思娟税与我爹之间也有关系。《思娟全书》里面到底写了什么呢？还有，我想起我爹娘的样子了。这个人是揽溪县要抓的那个，名字叫做帅家墨。帅家墨，带上来。是。哎，你干嘛？你算错了。你知道我在算什么？这是商工体，你在计算粮仓的仓储能力，这是要算存粮几何。没错，东阳县的税赋迫在眉睫，想要从容调度，必须要掌握粮仓的储存能力。这儿的粮仓是一个圆柱形，得用元宝之数。所谓舟字相乘，以高乘之12而已。但是在粮仓的顶部有一个伞盖，这一块不知如何推算的准确。原来如此。那日我在金安的和会上见识了你这个白璧慧影之术，颇为欣赏。回来我也试着看能怎么用它，但是才学有限，难免有疏漏之处。疏漏不少，才学确实有限。你也真是蠢。既然本官在通缉你跟风宝玉，本官又怎么会不在风家铺子设下眼线呢？宝玉在山中养伤，我是一个人来的。说吧，你到底犯了什么事情，竟然要揽溪县连夜发来文书海捕？是的，这个毛盘凤，人丁思娟这事儿应该堂堂正正的去官面上辩驳，这种宵小行径实在是过分，倒显得心虚羸弱。所以你会放了我？本官不能放了你。因为我们金安8县是有攻守盟约的，我若将你放了，岂不是自掘坟墓吗？为什么？一个人想做的事情跟他要做的事情是不一样的。我很希望能够从算学的角度跟你堂堂正正的去讨论人丁思娟税，但是我不能，因为人丁思娟与我同阳县不利，即使你说的再有道理，我也要极力去反对。我们也许能成为朋友，但不是现在。听不懂，听不懂。本官就是因为你听不懂，所以才能向你倒苦水。我在上任之前也是满怀壮志，我觉得自己是一县之长，百里之侯，可以尽情的施展拳脚，匡济天下。可当你真正坐到了这把椅子上，你才知道，就是把这一县管好都要殚精竭虑的。你就拿我身边做事的这班小吏来讲，人家的职位是世代传承，而我呢，就是一个流官。
我既要倚重，又要提防，我稍微一个拿捏不准，便是身败名裂之局。我还是不懂，要不你在墙上给我画出来。你是不会懂的。总之，本官不会把你放走，我只会按照正规的程序把你收监移交。若旁人问起来，我也只能昧着良心说我对陆飞龙的事情全然不知。可我已经跟你说了，你又怎会不知？荀子有云：“水能载舟，亦能覆舟。”我在这童阳县不过是一叶孤舟罢了。顺流而行，大家千好万好；若逆流而行，是会淹死人的。原来你不会游泳啊！我若像你心思这般单纯，该有多好！来人，把他押下去。走。你想不想知道人丁思娟的真相？兰溪县的价格库已经烧了，你还能有什么证据？我已经想到一个绝妙的法子，不需要看兰溪县的价格库，同样可以证明谢祥与人丁思娟之间的关系。幸亏啊，及时用了草药，不然你这条是税赋，可谓独辟蹊径，一叶而知秋。当日辩论时，你意图从缴费驳斥我，这才给了我灵感。那我还真是荣幸。不过你这个算法，说来简单，具体核算可是个水磨功夫。你想想看，需要一个县一个县的去计算，然后再归并统除，挺繁琐的。不难，交给我来算，很快就能算完。你可真是个算呆子，既然一点也不设防，你就不怕我提前知道思路，事先做好准备？哎，你若是有比这更合理的算法，拿出来一起讨论，那不更有趣吗？帅家木啊，你听我一句劝，这人丁思奸税的变革关键，从来就不是一个算法问题，是一个利益问题。什么意思？没有人会跟你算这些细节，斗的是心机，要的是好处。就算是本官，也只能私下里跟你聊聊这些。到了官面上，你说的再对，我是不会认的。你也说了我的算法是对的，为何不认？对的，你知不知道？赋议黄册虽然是记录一地人口增减的正理，可它早就沦为废纸一本了，里面的数字都是虚的，敷衍朝廷罢了。你用赋议黄册去推算，绝算不出正确的结果。那晋安府如何征调民夫？如今府里和县里要是真征调民夫，自己都会编一本赋议白册，那里面的数字才是真的。赋议白册？但你觉得他们会把白册开放给你看吗？这世上人心比算学更复杂。不，有一种算学比人心还难懂，我如今尚未参透。什么算学？邓知县应该对丈田之术也很熟悉吧？身为知县，了解如何丈田乃是常识。田地根据形状分为方田、归田、奇田、弧田、斜田等，可还有一种腰田，形状溜凹四处，非常难算。我幼年的时候，依稀记得我父亲给我讲过一种解法，叫做推步居顶，转眼之间就可以算出结果，正是这种腰田的克星。说来看看。可惜我当时太年幼，我只记得要先以经纬推步，再算腰田各处的顶点。只可惜我记不得了。这么多年，我一直在研究，
有所突破，可还是中文不透。这样，账田是我的兴趣，也是我的工作，咱们就此比试一下如何？这是童阳最有名的一块腰田，怎么样？开始吧。再不吃面要坨了。真是厉害。我只是算得快，但你看我用的算法和你是一样的，要是用上推步聚顶之术，还能再快1倍。仁华县这个地方山多，这种腰田到处都是。用现在的方法太耽误人工和时间。如果你那个推步聚顶之术真的要能在瞬间算出面积，那真是利国利民的大好事。只可惜啊，我怎么也推算不出来。看来恐怕只有《四卷全书》中才有所记载了。《四卷全书》是我父亲写的一本书，里面记载了很多内容，可我想不起来了，只记得3530这个数字在里面反复出现。3530，人丁四卷税。难道你就因为这个数字掀动的人丁四卷案？从我小的时候，我的心里就有一道解不开的题：为什么我家里走水那天，我不在家？如果就如程仁清所说，我父母是畏罪自杀的话，为什么他们2个偏偏留下我？令尊令堂之事确实令人惋惜。不过你听我一句劝，不要太执念于此。人丁四卷税这事儿，你我乃是敌手。不过像你这般赤子之心之人，确实是不多见了。本官非常钦佩，只是我到任不过2年，对之前的事情都不太清楚。不过万城的任主簿是本地人，之前的事情他或许知道一二。你从童阳回兰溪需要经过万城，我修书一封，你可以去问问他。我只是个路过的，不想老兄你身在局中，自然是会更辛苦啊。哎呀，我下这么一个弃子，目的就是想把外边的大龙给接过来啊。那封条陈我一看，角度刁钻，善解大事。见笑见笑，我也是实在是身陷重围，不得已才把崇德兄引来当奥元。更让我没想到的是，奥元一到，他们可好，直接把棋盘给翻了。久闻边角难缠，地方难治。我本来还不相信，这次算是开了眼界。那崇德兄
认为这局棋还能不能下？人丁思娟这个案子还是得办。于是，我在兰溪吃了瘪。若不扳回一局，以后不要巡案奉行了。而且你老兄也需要政绩，重回中书。于公呢，张首府清简仗地，势在必行。而奉行素来是阴田最多，阻力最大，所以必须要杀一只大鸡来进攻。家里您就放心，别忘了。好。等一下。老师啊！他们都激我！好的，上路了！老山。大哥，人来了！我乃兰溪县补班班头，奉命在此交接人犯。哎，班头！哎，我要报官，就是他，他就追杀我们的那个山贼。少啰嗦，来追杀我们！哎。啊，文牒呀！哦，是啊。我觉得我们到不了兰溪了。为什么？我们是来交接的，把犯人交给我们就行了。可是我们接到的命令是，把犯人送到兰溪县为止，途中不得转交他人啊。这不才刚进万城境内吗？哈哈，来，我呢也是怕几位太辛苦，可以少走几步路嘛。回头我请几位喝酒。不必了，这也是邓知县之前交代过的。上路吧。上路。是。大哥，这哎呀，你第一张牌就出来个，你不打哟？那你快点嘛，我完了没得？哎，完喽！我看你还打不打了呀？出嘛！小鸟飞，要不要？哎。要我抓了啊！哎呀，夫人，别闹！打这个。你谁啊？你想干什么？我是来给您送火腿的。风碧玉。你想干什么？民女有冤要诉。你有冤要诉，你到惩罚房去挂号啊！你拿把刀，你可触犯他刑律了啊！
我弟弟没时间了。哎呀，他那个罪名确凿，他被这个兰溪县啊已经缉拿归案，正准备审理。于情于理，我真的无能为力呀。哎呦！民女只有一句话要问，问完就走，绝不纠缠。快说。兰溪县架壳库焚烧之事，您是从哪里得知的？兰溪发给众县的那个海捕文书。那对于此事，您可有疑惑？你想诈我啊？我是想问，毛知县就没有提前知会过您一声？兰溪县的事，他毛知县知会我干什么呀？那今天8个知县说好了是互为同盟的嘛，而且这么大个案子，涉及到2个关键性人物，再怎么就应该差一个小厮过来给您捎个口信儿，那是最起码的尊重啊。您老为了顾全大局，那忍辱负重，肩膀上扛着骂名，多么大的牺牲啊！他们可曾在意过？你说的太对了。人丁思捐合议结束之后，兰溪、同阳、万城同时发出榜文，那是得意洋洋地炫耀自己的胜利。您费了最大的力气，他们得了好处，哎，把您晾那儿不管了。要不是您挂出了个祝夜免告示，怕是连一封慰问信函都无吧？谁说不是啊？但就算是他们重金贿赂您呢，哎，可有1分1毫银钱送？这就是贿赂我也不会拿的。哎呀，这个拿不拿是一回事，他们做不做是另外一回事。啊，动作快点哈，同一个。方知县，恳请您担负起一县之长的责任，为民做主。哎呀，你说的简单呐，我绝不为难您。今天来，只有一事相求，绝不违法，也不徇情。你说，请将这牌票行至金安府就行。这2天我一直在想，就人丁思捐这件事儿，了没有啊？我反复运算过，数字肯定没错。哎呀，我说的不是这个对错，就如今下边的老百姓过得已经够惨了，这笔税摊下去，又得有人破产了。人丁思捐税对总额是不变的，3530两。可交税的人越来越少了。去兰溪不是这个方向，怎么不走了？邓知县临行前有嘱托，要在这里休息一下。单家木，出来。帅先生，上次和议一别，许久不见。我记得你，你话不多。老朽年纪大了，只是个凑数的。邓思齐说，你知道我父亲的事。我的确与你父亲有旧。20年前。老朽与你父亲帅敦成同在金安府为吏，算是有些交情。我见过你。我什么都不记得了。不记得好啊，老朽也不想记得。那是一个10年难遇的灾年，嘉禾枯槁无收。咱们金安有供奉龙王的传统，
风调雨顺敬龙王，收成不佳求龙王。那一年都已经到了打龙王的地步了。敬龙王，收成不佳求龙王，这如今又到了打龙王的地步了。你知不知道，我父亲写过《思捐全书》？那本书是你父亲所著，老朽恰好看过。你还记不记得里面内容？有没有记载推不据鼎之说？帅家墨，老朽与你做笔交易，如何？什么交易？你撤回人丁思捐的提告，老朽便把书中能想起来的都告诉你。这就是你的答复吗？那本书对我很重要，但人丁思捐对我更重要，因为它是错的，而错误必须改正。那关于这本书的事儿，你以后就不要再跟人提了。敦成啊，没想到20年后，他还是走了你的老路啊！仁兄，赶紧下来帮我啊！敦成啊，你明知道这是仁华最妖的田，武功堂下69号，错综复杂，你还答应护房说今日之内定能量完，怎么可能呢？我有独门秘籍。从哪弄来的？我自己琢磨的。你看，古者良田较阔长，全凭绳索以牵粮。哈，每次看你老帅仗地呀，真是一种享受。敦成啊，只可惜朝廷没有明算这一科，不然凭你的本事考个状元，轻而易举。人各有命，我呀就喜欢这一口。要是一辈子能在这良田，我也觉得挺好。说的也是，这人呐得乐天知命，像我也一样。既然在护房做了吏员，大的前途就不要去想了，运气顶了天，也只能做到一线之主簿。哎呀，仁兄啊，你要是做了主簿，那你可得请客。没问题呀。啊，翻我看书呢。哎呀，这何事啊？哎呀，不知因为何故，这案子突然发到金安府去审理了。这明明烧的是我揽溪的价格库，也是我揽溪县发出的海捕文书，这理应在我揽溪审理才对呀。我呢，
在金安府衙有几个眼线，据他们说，是仁华县先行文给了金安府，黄知府才发出消息的。方石相，我是给他发过海捕文书，可他为何要发到金安去啊？毛知县害怕了。范老，多虑了，我怎会怕他？只是在下觉得，既然这帅家墨活着回来了，那黄宁道和刘景一定会把这个案子搞出大动静啊。对面一个知府，一个巡案，这官大一级压死人呀，在下确实头疼。既然他们想要官面解决，那就用官面的办法去应对吧。您是说程仁卿？恕在下直言，范老不可对此人过于的倚重，在他眼里只有银钱，这稍加抬举便得意忘形，多说两句就心存怨怼呀。又不是见牌坊，人品有何大紧呢？可这程仁卿说到底不过就是个讼师啊，就算他嘴皮子辩得过，若知府和巡案用官威压他，怕他是扛不住啊。咱们靠他办事，恐怕……谁说我靠此人办事了？今晚我要请金安的几位老友吃饭，请方知县过来一叙啊。